我能在正式开始讲 Mavic 3 Pro 前先翘一下尾巴吗？那其实在出 Mavic 3 Classic 评测的时候，我就有写一段稿子，我推测大疆也许会有一台 Mavic 3 Pro 来发布，毕竟它命名里面没有 Pro。但是当时我觉得公开推测不大负责任，我就把那一段给删了。现在我非常的后悔，它真的出现了，只不过是这个样子。这个和我想的有比较大的就行吧，我根本没想到它会长这样。但是无论它好看还是难看，这就是当前对于单兵作战人来说能够拥有的最为强大的空中影像系统，几乎没有之一。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知道我们绕不过这个话题，就是 Mavic 3 Pro 的这3个镜头设计，你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但是看着真的有点奇怪，这个焦段不够，相机来凑，没有想到这个无人机也都这样。那这样下去，我觉得四摄方案也是指日可待，这种名字都能想好，叫做 Mavic 3 Ultra， 然后 Mavic 4 Extreme， 对吧？那以后预测容易多了。那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很佩服大疆工程师的，在这个体制之下，他们做到了塞进1个云台、3组光学镜头、3块传感器，而且据我所知是3个不同厂商的、不同参数的，在这个情况下能把它们调教出一致性，这绝非易事。那当然，除此之外，你要说 Mavic 3 Pro 和 Mavic 3有什么区别？那答案就是几乎没有。电池、遥控器这些都是通用的。那同样 ，Mavic 3 Pro 也推出了这个大疆所谓的 Cine 版本，多出了1TB 的内置 SSD 和完整的 ProRes 格式。但是哪怕现在大疆推出了 ProRes LT 这个小型化的格式，但数据量还是摆在这里，10秒钟会消耗你1GB 左右。所以，除非你对 ProRes 情有独钟，我在今天仍然不建议购买 Cine 版本，意义真的不是很大。画质的提升非常有限，这里有组对比，你可以看一下，你能分出来吗？哪个是 ProRes， 哪个是 H6？ 反正我是看不出区别。所以这次评测我们所拍摄的画面，大部分也都拍的是H6的素材。那说了这么多，这个3摄表现到底怎么样？新增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一个摆设？我们先来看一段样片。Standing in my own belief, swinging from the willow tree, sun is shining, spotlight over m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to see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neath. Feels like starting over until it's over.看完样片，不知道你感觉如何？说真的，无人机拍样片还是挺折腾的，因为景别特别大，必须要跑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才能有不错的效果。所以希望你能给点个赞，还是有点折腾。这次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齐墨和松鼠老师帮我们拍摄了一部分的样片，也欢迎去关注一下他们的频道。那这3个焦段的素材我们也都传到了官网上，你可以去下载、调一调或者试一试，这都可以，都是免费的。那总的来说，这次3颗影像模组，无论是画质还是参数表现，我都还是挺满意的。尤其是3倍和7倍这2颗镜头，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从主摄切换到7倍的时候，让你感觉画质上有个巨大的断层。参数层面，主摄依旧采用了4/3 CMOS 的哈苏镜头，最高可以拍摄 5.1K 50帧，或者是 4K 120帧的画面。那么最近也在做雾3的评测，那相比雾3受限于镜头模组的体积 ，Mavic 3的画面解析力，那你确实不能指望它比雾3要好。那雾3存在天然的物理优势，底大镜头大，这都是优势。但 Mavic 3 Pro 的这颗主摄在小包能够装下的无人机里面，那是真的没有什么对手。即便 Mavic 3主摄的缺陷，3 Pro 这次仍然有，比如说边缘画质比较肉，噪点比较多。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作来说，这个画质已经是绰绰有余。那 Mavic 3的发布初期，我确实是会喷它的，它的各方面的功能都没有做好，颜色没有统一，机内降噪当时也没搞定。但在过了1年半之后，到了今天，3 Pro 我觉得还是挺难挑刺的。大疆显然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做了很多的固件升级。
那唯一让我感觉需要再努力的地方就是夜景的表现。目前在 D-Log 模式之下 ，ISO 的上限只能到1600。那对于夜景来说，还是会有点捉襟见肘。要是3 Pro 能有一个双原生 ISO， 换个传感器，第二档有个2500 ISO 或者3200，那会和 Mavic 3拉出更大的差距。但是很可惜，它没有。但是这次它多了一颗镜头。OK，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颗升级最重要的等效70毫米的中长焦镜头。这应该是除了雾系列这种能换镜头的无人机之外，这个焦段第一次出现在消费级的无人机上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其实很多电视广告的航拍都会用到这个焦段去拍摄。那一方面相比广角，主体会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焦段长了之后，透视也会被压缩。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明显，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画面？那这些之前只能用大型无人机或者像我们当初用直升机加上一个大型云台才能拍出来的画面，那现在 Mavic 3 Pro 也能够基本实现。而且相比这颗7倍的166毫米的镜头，70毫米的新镜头，无论在操控还是效果上，我觉得都会更加甜点一点。这也就是我当前最喜欢用来航拍的一个模式，因为它的视角很特殊，又没有这么难操控。那么甚至还用这颗镜头手持拍了一些人像，也不是不行。你看，对吧？这也算是一种比较新的玩法。以后出门手持无人机先拍 vlog， 然后一言不合把它放地上，直接飞上天，这也没啥问题。只要大疆麦克风能装到无人机上，那就闭环了。生态。在画质上，这颗新的镜头我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用的是和 Mini 3 Pro 一样的1.1/3英寸的传感器，最高可以拍摄 4K 60帧，所以无论是画面的解析力还是动态范围，那我觉得都挺好的。用来做一些专业的活，我个人来说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阻碍，至少能看。那么团队现在就习惯用3 Pro 来看一个好看的画面，广角先拍一个，然后切换到3倍，再来看看构图，再拍一遍。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你只需要找到你想要拍的东西，选择焦段，然后开拍，不用过于担心画质，这是 Mavic 3过去的一大痛点，对吧？那个长焦画质真的没法看。那这种透视配合航拍的特殊角度还是非常带劲的。那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升格的能力，目前这颗镜头只能拍摄 1080p 60帧的最大帧率。那毕竟同一块传感器 Mini 3 Pro 能够拍摄 1080p 120帧，但是 Mavic 3 Pro 反而现在做不到了。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这次的主摄和3倍中长焦镜头都支持了10比特的 D-Log M。那可惜的是，166毫米的长焦镜头还是只有709的直出画面，就为啥大家要把它加上嘛？那相比 D-Log M 的动态范围是没有 D-Log 大的。那这里有一组对比画面，你可以看一下，非常明显的你可以看到 D-Log 画面保留了更多的高光细节。那我们也问了大疆，他们说这是因为 D-Log M 的设计目标就是通过简单的调节对比度还有饱和度就能直接出片，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D-Log M 的观感就是介于普通模式还有真正的灰片中间，相当于替代了过去那个 D-Cinelike 的那个模式。那 D-Log 模式虽然拥有更大的动态范围还有更大的色域，但是调色的难度也会变得更大，所以这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选择拍摄 D-Log， 毕竟前期拍到的动态范围更大的画面，后期才会有空间来调整，这是你的选择。那么也在测试了这两个镜头在 D-Log M 之下的色彩统一性，套上官方的 LUT 能够看到，即便传感器不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两边色卡的颜色是基本一致的，这个表现也还算不错。那这一点大疆总算是吸取了教训，没有在色彩方面出现翻车的情况。这次这颗7倍的长焦镜头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大疆工程师应该是重新设计了这颗镜头。这里有一组对比，这是 Mavic 3的7倍画面，这是 Mavic 3 Pro 的，这你应该能看出区别，对吧？画面锐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那之前 Mavic 3上这颗镜头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摆设或者玩具属性，就是用来做商用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这次 Mavic 3 Pro 的这颗7倍，它基本达到了可用的这个范围。那虽然不能和其他两颗镜头相比，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对吧？毕竟这个画面只有这个焦段才能够拍出来。当然，在7倍之下，因为传感器性能的原因，目前你仍然只能够拍摄709的画面，没有 D-Log， 甚至也没有 D-Log M。在宽容度方面，相比主摄和3倍，还是小了不少。讲完这次 Mavic 3 Pro 最重要的升级，这两颗长焦镜头确实给了我不小的惊喜。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就是安全，因为长焦下面的画面视角会更窄，所以一定要把臂障给打开，不然真的很危险。
Mavic 3 Pro 的避障水平在白天非常不错，就是行业第一梯队，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夜晚、树林或者是面对反光的大楼，这一定要非常当心。现在视觉避障系统在晚上或者是面对反光的物体还是不太行，有的时候为了达到长焦的那种超强透视，你飞行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很容易飞着飞着，然后就看到这样的画面，所以绝对要注意安全。别的方面，这台 Mavic 3 Pro 和之前的 Mavic 3也差不多，43分钟的续航、高亮屏幕等等都非常不错。哦对，现在大疆把航点飞行功能给回归了，这个功能最早是出现在 Mavic 2 Pro 上面的。那有了这个航点功能，就能够实现像这样的日转夜的效果拍摄，非常酷炫。但是大师镜头，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奇怪，还是只有简单的几个选择。那说真的有点不够大师，应该有更多直观的模板或者自定义的运镜组合，会好用很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另外，这次大疆还官方推荐了这个唱片 App， 可以把大疆所有的产品、Action、Pocket、无人机这些拍摄素材都统一放到一个 App 里面，然后在 App 里面直接剪辑，也提供了很多的剪辑模板。App 会自动挑选素材里面最精彩的片段。那这对于用 Action 或者 Pocket 拍 Vlog 的人来说有一定价值。但是说真的，现在手机端剪映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甚至想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讲一讲剪映，这个东西太强了。总的来说，这架 Mavic 3 Pro 确实很不错，这就是一个你只要有预算我就会推荐的无人机，画质对于商业使用来说也完全够用。那这次大疆也给它重新设计了 ND 滤镜，可能内置 ND 是我当前对于 Mavic 4最大的期望，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实现。但是当前这就是最强的消费级无人机，几乎没有之一。你会考虑买或者是升级它吗？我觉得作为 Mavic 3的用户还是有点心痛的，这么快就被背刺了。但是我应该会买，只不过不会买那个 Cine 版本，标准版就可以了。那至于老大哥雾3的视频，我只能说各位麻烦再等一等，我们再做，我们想做的好一点，又是那种超级长型的评测，你应该会喜欢的。因为雾这个系列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好不容易看到它迭代了，我们想做的棒一些。OK， 这就是我们这期评测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关注我们，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发给你的朋友看一看。哦对了，再给大家最后提一个意见，现在 AI 配音都发展成什么样了？你的遥控器还是这个返航点已刷新，请留意返航位置，就不能有个语音包或者什么的吗？应该会有趣一点，改改。那我们下次见。